如果你是凶手，那么事情就简单了。你既是医生，又是死者的丈夫，你想要给死者下药，那机会实在太多了。你的犯罪手法可以一气呵成，趁我们不备，你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的浴室里，开始烧炭。你是医生，你很清楚，在那么小的空间里，你的妻子可以存活多久。在那之后，你只需要掌握好时间，然后上楼发现尸体就好了。而且，你是最后一个接触死者的人，在发现尸体的时候，又只有你一个人在场，你实在太让人怀疑了。可是诗雅在里面睡觉，除了她之外，我们谁进去都不合适。所以，他就做了一个拙劣的表演。老板，房卡失效了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你的想象力是那么丰富。这不是。想到了什么？如果他没有说谎，我本来就没有说谎。你的房卡呢？什么房卡？房卡？我。房卡怎么了？是我的房卡，没错。不对，你再好好想想，今天房卡失灵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过上面的房号？没有，怎么了？那你现在去试试看吧，这个房卡肯定可以开到你房间。真的有好人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今天拿到房卡之后，一直有带着吗？你是说，凶手就在我们中间？那么，任何人都有机会拿自己的房卡去调换苏源的房卡。对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并不是房卡失灵了，而是你拿着凶手的房卡。如果当时那会儿你可以多看一眼房卡，我们就知道凶手是谁了。可是我们从前台拿到的房卡确实是205房间的，没有错。凶手算准了，我们进到死者的房间之后，就可以发现死者的尸体。在那么混乱的情况下，他要想换回房卡，有的是机会，谁都不会在意的。你的推测很合理，可就算凶手被发现，只要说一句拿错了房卡，你仍然处于只能怀疑无法证实的阶段。可毕竟现在怀疑范围已经扩大了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进得了死者的房间。你是怎么想到苏医生的房卡会被人调包的？因为我早就知道
在205房间里面插卡取电的房卡，不是死者柳诗雅的。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柬埔寨的夏天很热，只要我们有人在房间里面，就一定会开空调。可当我们进到205房间的时候，里面的室温起码在30度以上。可能诗雅当时睡着了。很多人睡着的时候是不用开空调的。我当时看了一下他们手机的电量，从死者回房到案发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手机的电量不可能那么低。他说的没错，我们俩的手机已经快充满电了。所以这么看来，死者在房间里面插卡取电的卡也被凶手换过，看似有一张房卡插在那里。你干什么？他想去看看那张房卡，没用的，凶手早就已经换回来了。他要是凶手呢？万一凶手忘了拿怎么办？你们怎么不去看一看？不用了，案发时我有看过他们的手机，电量虽然很低，但都在充电状态。这也就是说明，房卡早就已经被换回来了。2个人的房卡都有可能被换过，那在这里的所有人，都有可能是凶手。没错，比如你们俩。我们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为什么要杀他？因为你们需要钱。再这样下去，别说结婚了，你欠那些人的高利贷，我们俩赚的钱光还利息都不够。你还偷听我们说话了？不小心听到的。就为了这个，我们也不至于杀了他。到了旅店之后，导游趁我们都出去了，又向死者去求情。可惜，当时死者的心情依然不是很好，于是再次不欢而散。可你别忘了，当时我跟他们在一起钓鱼。可他还在旅店里面，他完全有机会和死者独处。他就可以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，布置好一切。夏天，201。房卡是导游发的，记得哥。你完全有机会在那个时候把自己的房卡和柳诗雅的房卡互相调换掉，而且毫无风险。如果被别人发现了，你只要说一句“我发错了”就好了。我没干过这些事儿。等到司机钓鱼回来之后，你就马上把他拉到一旁，商量这件事情。当时我们根本没在讨论杀人的事儿。那你们说的是什么？我们说不出来了吧？不错，停电应该不是你们设计的。不过，在停电了之后，等到我们几个拿着手机的人离开之后，你们就觉得这是个机会，于是就开始迅速行动。现在谁都怀疑，你有证据吗？大家都应该还记得，我一开始就说过，今天我在车上的时候，有看过死者手上戴的戒指，起码在5克拉以上。我们现在可以互相搜查，包括身上和房间里面的。我不介意从我先开始，你们敢吗？不用搜了，钻戒的确在他们身上，不过他们并不是凶手。你说什么？你的观察力的确不错，好好想一想，死者手上的钻戒，真的是在他去世后才不见的吗？我在拍风景的时候，无意间把死者柳诗雅拍进去了。你看清楚，这个时候，他手上的钻戒已经不在了。
可是，死者过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手指上的戒指不见了，你觉得这样合理吗？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人是刀子嘴豆腐心？你又想说什么？价值100万的钻戒不见了，不是小事。如果死者声张起来，他们未必敢马上承认，可等到警察一来，他们就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。你的意思是，死者柳诗雅在发现他们偷了她的钻戒之后，不但没有报警，反而还包庇他们？不是偷的，是捡的。这你又知道了？因为我看到了，在吴哥窟，我下车前，看见导游捡起了死者遗失在车上的钻戒。OK， 那既然是捡的，你们当时为什么不马上还给死者？你说对了，他需要钱，的确，第一时间，他犹豫了。后来，他想把钻戒还给死者，可你又担心死者会说你偷了他的钻戒，所以你去找死者谈话，想先试探他的口风。我不会真的投诉你，你以后注意点就行了。不是这件事了。在你那儿？什么？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嘿，你当时又不在场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猜的。啊？对吗？你是说，导游因为害怕，所以没敢把戒指还给死者？那当司机回来之后，他们又在商量什么呢？那个时候，应该是他第一次知道这件事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时间拖得越久，他们就越不敢主动拿出钻戒。可是当导游无意中看见苏先生随手放在桌上的房卡时，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调换房卡，然后找机会把钻戒送回205房间。没错。那个时候，谁又能想到，马上就会发生一桩谋杀案？所以，苏妍的房卡才会失灵。他当时拿的是206的房卡。可刚才为什么在我推测出凶手调换房卡的时候，你们不站出来说话？他们怎么说啊？死者丢失的钻戒在他们身上，死者的房卡也被他们调了包，而恰恰凶手也使用了将死者房卡调包的手法。他们百口莫辩。我想，当我们一发现死者尸体的时候，你们第一时间就把苏妍放在前台上的房卡又调换回来了，对吧？你的观察、推理和分析都不错，可是你差一点把2个无辜者变成杀人犯了。哇塞，原来我们这么小的旅行团里有2位大侦探。不过经过你们的推测，认为最有嫌疑的是旅店的老板和苏妍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苏妍就是凶手。其实我也不信，因为你的嫌疑也很大。我？你说过，你认为导致停电的是厨房里的电饭煲，对吧？没错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我也有说过。怎么了？是电饭煲软弱。我发现电水壶下面的温控触片接触不良，导致短路。
这也可能会引发跳闸停电。同样，这也没有办法证明这是人为还是自然原因，也无法证明引起停电的到底是电水壶还是电饭煲。金小姐，这个电水壶是你的吧？是啊。OK。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所以案情也完全可能是这样：是你先调换了房卡，然后把那盆炭放到205房间的浴室里。水是你烧的，所以你想下药也非常方便。哎，我刚兑好的，温它。这个时候，你甚至可以暂时把房卡再换回来。怎么了，诗雅？小叶，我有点不舒服。啊？那这样吧，我给你扶上楼好吗？大家都在准备晚饭，你用刚动过手脚的电水壶在厨房里烧一壶水，谁也不会在意的。停电之后，你的专业保证了你绝对有可以自由行动的机会，谁也不会反对。这根本就是你事先的精心安排。你就利用这个时间，再次回到205房间，最后再换回你们俩的房卡。你们两个怀疑所有人都是凶手是吧？首先我问你们，第一，你们有证据吗？第二，你们怀疑所有人都是凶手，为什么不怀疑你们自己？凭什么这么说我们呀？我们？对啊。夏天，你倒是说说，今天白天，你为什么到金小姐的房间去？我走错房间了。你的房间在201。这位小姐的房间紧挨着事发的205房间和沈先生的203房间，你怎么能够走错？还有，既然你早就看到导游捡到了我妻子的钻戒，当时为什么不说？还有，在吴哥窟，你是真的无意拍到诗雅的照片呢，还是暗中早就想观察她呢？
既然大家都在这里怀疑来怀疑去，也没有什么结果，不如我们就明天等警察来了再说吧。是啊，凶手就在这儿，他跑了。大家都饿了吧？还没吃晚饭呢。热乎茶来了。麻烦你。来，我来碗。啊，谢谢。小叶，小叶，我不喝热乎茶，喝点鲫鱼汤就好。来杀人了！死了，死因呢？初步判断，死于心脏病复发。心脏病。我们两个的判断一致，更具体的结果要等法医解剖之后才能肯定。我刚打了电话，下山的道路卢正红正在清理，警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。凶手是个疯子，现在还在杀人。我不管，我要走。没事，医生不是说了吗？他死于心脏病。我不信，你信吗？如果他们两个要是凶手呢？我现在就要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我现在就走。现在每个人都有嫌疑，谁都不许走。下山的路没有修通，想走你也走不了。好香啊！终于尝到你的特色烤鱼。苏先生，难得你现在还有心情为大家烤鱼。饭总还是要吃的。哦，昨天的酸辣鱼汤剩了一些，我又重新煮过了，正好每人一碗。破案什么的就交给警察吧，毕竟我们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。哇，这烤鱼闻得很香，不过早上起来我吃不惯这么油腻的东西。唉，我还是喝点汤就好。一点不油腻。我说过，这种鱼我塞了3种香草在里面。哎，想起来了，那现在就由我给大家来揭秘我们苏大厨的秘制配方吧。
好了，这就是我们苏大厨刚才说往鱼肚子里面塞了3种香草，我们有谁认识啊？这个是十里香，东南亚一带常见的烹饪调料。柠檬香蜂草也是常用的配料。那么各位美食专家，有谁可以告诉小弟，最后的一种，它叫什么？看来大家都不认识。OK， 那就由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它叫做红背竹竿草。这草有毒？不但没有毒，反而是救命的良药。昨天晚上我们能够活下来，全靠它。而且它还是凶手杀人计划里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首先，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种鼎鼎有名的植物——箭毒木。箭毒木可以说是整个自然界里最毒的植物之一。乳白色的汁液一经接触伤口，就会导致中毒者心脏麻痹而死，所以它还有另外一种名字，叫做见血封喉。这跟我们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口服箭毒木汁，虽然会发作的比较慢，但只要剂量足够，还是可以致人死亡的。沈医生，死于心脏麻痹和死于心脏病发作是不是很像？很像。你是说金小叶是被人用这种箭毒木汁毒死的？没错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柳师俩死后，凶手就在我们中间，每个人都很小心。凶手怎么会有机会对金小叶单独下毒呢？金小叶当然不会给凶手这样的机会，所以凶手是把毒下在了我们一起吃的饭菜里。不可能。那我们为什么没死啊？我们一直在一起吃饭，这事儿说不通。我刚才有说过，昨天晚上我们之所以可以活下来，是因为红背竹竿草是自然界里面唯一可以解掉箭毒木毒性的解药。凶手既然要下毒，为什么还要放解药呢？因为如果凶手刻意不吃自己下毒的那道菜，就会惹人怀疑。当然，凶手昨晚的目标应该只是金小叶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苏医生的不杀之恩。那么凶手把毒下在哪里？沈医生，你还记得我们昨天刚到旅店的时候？啊，对，这个老板的酸辣鱼汤可是一绝。等会儿啊，你一定要尝尝。苏医生竭力推荐老板做的酸辣鱼汤，所以毒下在这里最合适。那解毒药呢？昨晚突然下大雨，他还没来得及考虑，他把解毒药下哪里？肉骨茶。肉骨茶来了。啊，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饭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有留意大家的动作。肉骨茶除了金小叶之外，我们所有人都有吃过。哦，我不喝肉骨茶，喝点鲫鱼汤就好。肉骨茶本身料就很多，多加一株切碎的香草进去，谁都不会留意。而且肉骨茶有很浓郁的中药味，很多人受不了，所以了解金小叶饮食习惯的人有更加大的希望。所以你就想到了我。当然，你和沈医生2个人都有可能可以弄到红背竹竿草和箭毒木汁，也都有可能可以了解到金小叶的饮食习惯。不过，你的嫌疑更大。为什么？
因为你和金小叶行为举止更加亲密。而沈医生似乎和金小叶只是刚刚认识。就这么简单？当然不是，在发生2次命案之后，难得你现在还有心情为大家烤鱼。你对烹饪和美食的热爱，会不会太过明显？或许这只是你无端的猜测。没错，刚开始我也不太确定，不过就在刚才，我表示我不想吃烤鱼的时候，一点不油腻。我说过，这种鱼我塞了3种香草在里面。你试探我？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杀金小叶？因为金小叶才是杀死柳诗雅的凶手。首先，金小叶找机会第一次调换了2个人的房卡，然后趁柳诗雅不注意，端探上楼，用刚调换的房卡开门，把炭端到浴室，用胶带封好门，然后点燃炭火并离开。那会儿旅店老板说丢了一盆炭，刚好我看见金小叶从楼上下来，所以我才会潜进他的房间。可是炭不在那里，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炭会在柳诗雅的房间里。同时，金小叶利用烧水的机会下药，并再次换回了房卡。这样，柳诗雅感到困倦，回到房间休息时，才能用自己的房卡开门。金小叶离开时第3次调换了房卡，然后故意告诉苏妍柳诗雅身体不适，让回房查看的苏妍作为目击证人，证明柳诗雅只是睡着，以此排除自己的嫌疑。晚饭前，电气工程专业的金小叶利用做过手脚的烧水壶制造了停电，让我和 Peter 在1楼拔掉电源，他自己上2楼检修电闸。趁机进入205房间，把柳诗雅抱进已经充满一氧化碳的浴室。第4次换回了房卡，这就是他作案的全过程。我们都知道，柳诗雅非常有钱，而作为柳诗雅的闺蜜金小叶，却不是什么金枝玉叶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白领。我们假设，金小叶喜欢过，不对，是一直喜欢着苏先生。金小叶觉得，柳诗雅可以从他身边把你抢走，只是因为比自己有钱，所以他决定要报复，这就是他想杀死柳诗雅的动机。我没有苏妍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，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。现在诗雅已经死了，我知道你是为了钱不得不这样做。你可以继承她的遗产，我们可以继续在一起，对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爱的是柳诗雅，我现在就会告诉所有人，你就是杀害我妻子柳诗雅的真正凶手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是不会承认的。现在大家都有嫌疑，
谁会相信凶手会让你主动承认呢？你想没想过另一种可能？苏妍和金小叶原本就暗通款曲，两个人合谋杀害柳诗雅，苏妍得到了妻子的财产继承权，然后他再杀死金小叶灭口。这不可能是合谋。为什么？金小叶的手法是把谋杀伪装成自杀，而苏医生高明在于是把谋杀伪装成自然死亡。从执行上来看，苏医生的手法更加直接有效，也不易被人发现。如果两个人是合谋，那为什么不用这种办法直接杀死柳诗雅呢？你是说，苏妍知道金小叶杀死了柳诗雅，他为妻子报仇，才杀死了金小叶的？没错。可是箭毒木脂和红背竹竿草这两个东西不是随便就能有的，他要事先准备好这两样东西的。你说的没错，在苏医生计划里面，这原本就是一次杀人之旅。既然杀死金小叶不是他的初衷，那他原本想杀谁？对啊，他到底想杀谁呢？如果他原本不打算把红背竹竿草放到肉骨茶里，那他想放在哪里？鲶鱼汤还行，鲫鱼就算了吧，刺儿那么多。你知道我不吃鲫鱼的呀？想杀我？你刚才喝了酸辣鱼汤了吧？如果不想死的话，赶紧把烤鱼吃了吧。为什么？我问你为什么？这次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评选，候选人只有我们2个。就为这个？他娶柳诗雅，连金小叶都认为他是为了钱，可想而知他平时承受这样的压力有多大。而你，就因为这个，所以就更加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出人头地来证明自己。没错，尤其是他，凭什么跟我争？沈哲，先不论专业水平，你做的每一台手术，哪怕病人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捉襟见肘了，但你红包仍然照收无误。作为一名医生，你连最基本的医德都没有。你这种人，该死！苏妍，我知道你不收红包。骗你，你可以向我的每一个患者去核实，我也接受院里每一个部门对我的检验。可是你用了一个最偏激的方法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不相信！沈哲，快把烤鱼吃了吧，不然你就快死了。
Wait，Thank you。怎么了？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或许褪去那些斑斓，才有更多空间坦白。你的故事有没有我这段？或许幻想终归尘埃，你却落定我的心坎，什么都能学着看淡，你除外。人间里最关键的神秘感，是你还没亲口说爱，颜色却像在要我去窥探。曲折离奇的浪漫，我没打算一步走完，若隐若现的情感，你会藏在哪句对白？让我慢慢来，用心眼去看穿，曲折离奇的浪漫，不怕艰难，只怕走散。